我们练习书法，练习行书，首先要解决执笔的问题，进而把握运笔。练习书法，运笔非常重要，而运笔呢，主要是靠韵味去实现的。韵味或者说腕法，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。从静态上看，腕法可以有4种形式，一种呢是着腕，2种呢是震腕，3种呢是提腕，4种呢是旋腕。着腕就是手腕贴在桌面上，执笔呢手呢比较靠下，这个主要是用来书写一些比较小的行书。它的呢运笔范围比较受限制，用的比较少。第2种我们说呢是震腕，震腕呢左手放在桌面上，右手震在左手上。这个书写的时候手指呢比着腕呢要稍微高一点，这是特殊需要，有时候用一用。而第3种提腕，就是把腕要提起来，胳膊肘放在桌子面这样的支撑物上。提腕运笔灵活性比较大，执笔呢可以在中部，也可以靠近中上部，书写起来呢自由度比较大，一般的写1寸见方的行书比较适合。这也是坐姿，就坐这个地方书写的主要形式。它比着腕、震腕灵活性要大，因此是我们常用的一种方式。第4种旋腕，也叫旋肘，就是把腕和肘全部离开桌面。这种姿势坐姿书写用，站姿书写呢主要的就是靠这种方式。作为执笔，旋腕书写可以放在中部，可以放在上部，有些书家呢，有些人呢甚至拿在笔的上端来书写，旋腕书写。这个来讲要根据书写的需要和自己的习惯来掌握。这种姿势可以说呢是练书法最重要的一种姿势，也是最难的一种姿势，需要我们下功夫去学习。这个传说宋代的行书大家米芾能够悬笔写小楷这个功底很深。别人问他说你有什么诀窍呢？米芾说此无他，自今之后每写一字都要旋肘来写，日久自熟。大致意思就是说每写一个字都要把肘旋起来，这样来讲练习日久天长，书中生巧，就可以掌握好旋笔旋腕书写的技巧。这是我们说从静态上讲有这么4种形式。从动态上看，运腕就是靠手腕
上下左右的活动、起倒翻转的运动来调整笔锋的，从而达到八面出锋的效果。古人云呀，书法之妙，全在运笔，而运笔的诀窍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，就是意在笔先，运腕调锋。意在笔先，就是说首先在意识上、思想上要有这种观念。我们结合练习行书上下左右前后的多项运动，结合笔锋、力度、角度、速度的多种运行，入笔、行笔、转笔的各种动作来练习运腕，逐步达到入收有法，正侧有姿，提按有序，轻重有度，缓急有节。所谓入行有法，是指笔锋在接住纸时候的水平方向的运动，左右水平方向的运动。正侧有姿，是笔锋接触纸面时候的变换角度的运行。提按有序，是指笔锋在垂直方向上的运动。轻重有度，是变换力度的运行。缓急有节，是变换速度的运行。这里边呢，我们有这么几个概念哈：角度、力度、速度、水平方向、垂直方向。对这种笔法的运用啊，了解这些概念非常重要。对于这几种运笔的技法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在理性上明白是一回事儿，在实际实践当中、书写当中怎么运用啊，又是一回事儿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些技法的运用啊，有时候在书写过程当中啊，它只是一种手腕上的一种感觉。我们说有好多练习书法的呢，这个在运腕的问题上，故意的在一个使手腕去故意的转，这个实际上有时候容易过分。但是来讲哈，有这种意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注意啊，运腕，但是运腕这种感觉需要在书法实践当中啊长期磨练。我们要结合行书的基本笔画、变化笔画、连接笔画去练习，从而达到穷变态于毫端和情调于纸上。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第一个字就是永字。练习楷书讲究永字八法，练习行书也是如此。所谓永字八法，它是练点、横、竖、撇、捺、勾、挑、折。永字本身包含了这8种基本笔画，练好了8种基本笔画，打下好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。行书的书写练习8种基本笔画和楷书相比它的随意性较大一些，书写速度呢较快一些。下面我们进行一下展示。点、横、竖、撇、捺、勾、挑，又叫做提、折。我们练习行书的基本笔画，无论是哪一种，都要注意调锋运腕，欲左先右，欲下先上，空中取势，提按结合，轻重协调。我们在练习行书基本笔画的基础上，
要进一步学习和练习行书的变化笔画。行书的变化笔画是比较丰富的，它有点的变化、横的变化、竖的变化，就是说点、横、竖、撇、捺、勾、挑、折，基本笔画都有它的变化笔画。下面呢，我们从点的变化讲起。点有斜点、竖点、横点、出锋点、回锋点、长点、左右点、上下点、等多种姿态。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各自的特点和形状。点是呢字的眼睛，也是一切笔画的基础，所以写好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二，横的变化。横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入笔和收笔上，有以下几种：尖入横、切入横、切入从上而入，于右先左，于下先上。顿入横，这时候一顿。下挑横，上挑横，这里特别要注意尖入、切入、顿入的区别和运笔要领。横在字的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。三，竖的变化。竖有悬针竖、垂入竖、曲头竖、顿入竖、带钩竖、弧形竖、等等，这在入笔、行笔和收笔上是各不相同的，有的区别明显，有的只有细微的差别。竖在体现字的力度上具有重要作用。四，撇的变化。撇有短撇、长撇、曲头撇、回锋撇、蓝叶撇、